美商部长雷蒙多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进入第3天。2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雷蒙多。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作为拜登政府6月以来访华的第4位高级官员，雷蒙多此前已先后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文化和旅游部长胡和平等中方官员会面。李强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努力，拿出更多务实有益行动，把中美关系维护好、发展好。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锚。经贸关系做好了，对两国都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雷蒙多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同中方保持沟通，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美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领域合作。President Biden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We seek to maintain our $700 billion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29号，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雷蒙多举行会见。何立峰强调，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采取更加理性务实的做法，将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何立峰表示，上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双方讨论了宏观经济、多边主义合作等议题，期望在商贸领域与雷蒙多进行更深入讨论。雷蒙多则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对全球有深远影响，两国应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舆论注意到，何立峰上月在京会见来访的耶伦时，也是他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的身份角色首次正式公布。当天早些时候，雷蒙多与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会面，讨论了加强两国旅游、教育等人文交流的内容。有报道指，双方同意在明年上半年于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领袖峰会，这也将是峰会于2019年后的重启。在此之前，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两国之间举办。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上周，中方宣布第2批开放海外团体游国家名单包括美国。雷蒙多曾特别录制视频对此表示欢迎，期待团体游中国游客访美。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以来，拜登政府已经有4位高级官员访华，其中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被美媒认为是布林肯中国行的重要成果。此后，美财长耶伦、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访华期间，除了与对口部门官员举行会谈，也都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见。外界认为，这体现了中方对于中美沟通交流的高度重视。28号，雷蒙多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理性、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商务部公布的消息稿显示，王文涛重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这次见面持续了4个小时，包括2个小时的正式会谈以及2小时的午餐会。王文涛表示，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实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不符合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只会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美方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方脱钩，希望美方将表态落在实处。此外，中美双方共同宣布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新闻稿，双方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由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
工作组将每年举行2次副部级会议，2位部长同意经常性沟通，每年至少会见1次。此外，双方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沟通的机制。双方将按照各自法律就出口管制信息进行交流。雷蒙多在当天晚上的记者会上对外释放了更多信息。We had a very pragmatic discussion to discuss what is possible, to discuss our challenges, and to discuss how to solve problems and reduce tension. And 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we are delivering. 雷蒙多称，两国将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和一个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商业问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将在2024年初于美国举行。外界认为，建立副部长级对话机制，并且安排1年2次的见面频率，显示中美双方加强沟通的强烈意愿。而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在两国部长见面后次日就举行了首次会议，由助理部长级官员参加。雷蒙多本人透露，首次会议美方由商务部出口执法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牵头。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目前担任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该局正是负责制定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的部门。同时，雷蒙多访华前将27家中国实体从未经核实清单移除的具体实施部门，也是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口管制交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华出口管制方面会有多大程度的放松，而是说双边进行这个出口管制的时候，要有必要的这个信息沟通，增加透明化。事实上，对美国商界，特别是在华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而言，中美商务部门决定加强沟通，无疑是一大利好。但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国内仍有声音见不得中美关系步入正轨。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认为，白宫寻求建立工作组的做法天真又危险，并且进一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施压白宫应该将中国视为敌人。另一反华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也曾在雷蒙多行前对他施压，认为雷蒙多应该澄清美国的出口管制是不容谈判的，中方应该期待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美国出口管制。观察认为，拜登政府正努力在美国工商界以及国内反华势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此次中美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证明两国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德国媒体注意到，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无论是对华脱钩还是去风险，白宫如果延续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只会牺牲更多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引用数据警告，美国需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中国经济保持稳定符合美方利益，因此中美双方有必要保持沟通。华尔街日报则认为，雷蒙多此次访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改善中美紧张关系，并为两国元首未来可能的会面铺平道路。报道指，拜登今年夏天派出一系列高级官员访华，以稳定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雷蒙多是这批一系列高官中的压轴官员。此前，彭博社的评论也认为，在最近几个月前往中国的美国高层中，雷蒙多是改善中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纽约时报指出，关于贸易、技术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双边会谈曾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这些交流近年来几乎停滞。中美从联系更加密切的经贸领域切入，关系开始解冻。不过，深圳卫视也注意到，雷蒙多此行仍然强调所谓国家安全。虽然继续承诺不对华脱钩，但美方仍强调所谓去风险。在与中方建立工作组的同时，美商务部也通过消息人士对外放风称，工作组只是为了加强政策沟通，而美方政策不会因此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因此，外界仍在观望，经过这一阶段接触，拜登政府能否释出更为具体的诚意。结束在北京的行程后，雷蒙多还将前往上海，并与在华企业商会举行对谈。根据路透社此前报道，雷蒙多或将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也是中美两国的标志性合资项目。而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中国的航空公司能否恢复接收波音737 MAX 飞机。预计雷蒙多此行也将进一步推进此事。波音公司此前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只待时机成熟。 The fact the meeting was held, I think, is very good news. That means that both sides are talking again
and are willing to move forward. So the 737 MAX was good news. We also took a number of companies off the unverified list. So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restored. 实际上，从中美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得以重建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对稳定下一步的这个中美经贸关系是有实际意义的。由原先完全是竞争对抗为主导的，现在呢有接触和协调，相对平衡，就是两轨相对平行、相对平衡的一种状态发展。所以呢，如果说你存在什么窗口期的话，我们还不如说。可能意味着中美关系，或者特别是在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